既然你是由能量组成的，那你就不可能完全对能量没反应。就像是香蕉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有黑的，有黄的，有小的，有软的，有硬的，听起来怎么怪怪的，越来越不对劲。粗的跟细的啊，对，没错。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我是月月，在这里我会陪大家升级我们的意识，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知道宇宙的运行法则，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没有人是麻瓜。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相信到现在，尤其是听到这期 podcast 的听众，你一定是对于很多生命生存以外的事情有很强烈的兴趣跟感觉，甚至是有一种召唤，所以才会来到这个频道听我们的 podcast。 在这个身心灵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其实也会有不小心一个状态是，好像我不够灵性就如何，好像我不会通灵我就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等等的这些灵性阶级的这个迷思，我想要帮大家好好的去理清一下。我也想问你们说，对于你们来讲，你觉得麻瓜是什么？没有感知力啊。那你们觉得你们是麻瓜吗？不是，你不是麻瓜，你嘞？半个。我要打人了。什么叫做半个？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是半个？就是还是很多那些不确定性啊。不确定啥？我听想说到的是我好像摸到的麻麻的啊，刺刺的，就想说真的吗？怎么跟我前几天学生有点像啊？我前几天刚结束与高我连接的课嘛，然后在这个课程我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子去感应自己的气灵气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帮大家清理他的光体之后，然后邀请他们摸他们的气场，然后其实每一个人都摸得到，但是第一天的这个练习结束之后，我会叫他们回家继续摸，然后他们回家摸不到之后，隔一天就会跑来跟我说，月月，我发现我现在摸不到了我明明昨天摸得到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怎么会有人第一天开店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净赚100万呢？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需要练习的，循序渐进。对，所以你不是一次学，然后我就变成这一个项目的 master， 怎么可能呢？你第一天学99乘法表，你总是还是要先会背吧。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好，我现在会99乘法表，我接下来算微积分，我就觉得说它的确就可以反映现在的台湾可爱的大家们请不要用修饰词。有多么的着急想要成为一个会通灵，或者是说好像我应该要非常的有感知力，或者是大家都做得到的事情，当我不会做的时候就会想要着急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份着急才是大家一直想要去分类我到底是不是麻瓜的原因，因为没有人是麻瓜。先讲一个核心的概念，到底什么是麻瓜？你看在哈利波特里面，麻瓜是被定义为完全没有魔法能力的人，完全没有魔法能力的人，听清楚这个关键词。好，大家太习惯把感受不到能量，或者是看不见灵体，或者是对于直觉没有反应的人称为麻瓜。而麻瓜的这个词，它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我是不是没有天分，我就是好像我此刻摸不到我就永远摸不到的那种极端，然后或者是说好，我现在就是跟灵性隔绝了，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样的反应的那种自我调侃，甚至是标签。所以我要慢慢把这个标签在你们身上帮你们把它拔掉，因为真的我们不需要透过一个极端的状态来定义自己当下的感受，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所以更不需要去太快的定义自己是谁。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 OK， 所以呢，没有一半一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欠揍，强迫性。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好，那我要来再跟大家讲讲，那在人类我们要如何翻译麻瓜？在人类要如何翻译麻瓜的意思是，就你刚刚举哈利波特为例，那在我们人类的世代里，假如说举麻瓜为例，你觉得那个会是怎样的状态？我刚刚就有讲啊，大家都觉得麻瓜是能量感知没有那么明显的人，平凡人、普通人，不会通灵的人，类似这种。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会通灵嘞？
很多人踏入身心灵的这一个状态之后，其实是会追求通灵这件事的耶。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前阵子在尼泊尔生活嘛，在尼泊尔它也是一个在 spiritual learning 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要怎么，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在修行的人，他们其实从来都完全不觉得通灵是必要的，甚至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应该或者是需要通灵。这件事情很有趣耶。那他们是要学什么？他们就是修行、修身、修言、修日常啊，把日常过好，保持觉知的去觉察自己的日常，有意识的去做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这是他们修行的目的。可是很多台湾也好，或者说在华人圈的现在集体意识的状态，很多人的修行是追求通灵的。这个东西就会有点危险，因为当你追求通灵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是否有通到别人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修行的维度跟能力在哪里，而忘记了其实通灵并不会帮助你解决生活中最日常的事情。可是就很想要看到啊。对，那很想要看到它就是一个欲望跟执念，那这个东西跟修行本身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修行就是在修如何去看见自己的欲望执念，然后平衡它。可是好像我们就不断的在喂养这个欲望跟执念，然后去追求它，很有趣吧？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受那个影片的影响。对，没错，这也是我其实之后等一下会谈到的有关于天赋。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都有他需要去帮助这个世界的人。可是当我们拿自己的天赋变成一种激发更多的恐惧出现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本质，它会创造一股完全不一样的极端能量。但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为什么台湾人会显化这样子的灵性圈的能量呢？体验。那我们要体验什么呢？体验走火入魔。哎呀，的确就是我们要体验走火入魔。在这一个台湾很幸运是一个已开发国家，甚至是 GDP 在亚洲里面算很不错的国家，所以在如此高度快速发展的环境里面，要同时会修行，它势必需要经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态，你才会真正的去放下那一些你对于这个世间的执念，包括要读高学历，然后要到好的学校，然后你必须得要去好的公司，然后你要赚多少钱，你同侪之间的竞争力如此的强。我们小时候就是被这样子的观念去喂养的时候，你要进入修行，然后跟自己说其实内在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它势必需要经历一个很深的碰撞。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尼泊尔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台湾非常强烈的问题就出现在这。怎么，你想说什么？怎么感觉有好有坏？因为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发达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在修行这块它好像就不会那么被放大，因为我们有很多好玩事情可以体验，所以变得特殊跟独一无二变成另外一种追求的目标。对，没错没错。所以在我们身在不同的地区，同样都是修行，我们完全体验的剧本是不同的，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苗苗在今年一直想要把大家带出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当我们只局限自己的视野在同一个地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去看世界的角度也会是受限的。就像是我实际在尼泊尔生活了2个月过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生活模式跟修行状态是这个样子，也启发我很多，再把这股能量带回台湾。我也希望可以带更多人去离开台湾，然后去举办很多很多不同的僻静，让他们去看见修行不同的方式，跟每个国家不同的地方，它才会真正的激发我们内在的那个维度。来30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主要比较是想说，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嘛，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现代人对修行这件事情来说比较困难。我不是说要通灵，我只是说要修行这件事情。现在是末法的时代，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这是个那个访问。好，我来说一下哦。在末法的这个词呢，它是在佛教里面说的末法时代。那末法时代它就跟我们在讲的九子离火运，就是整个现在这个世代的
能量状态，他们有归类一个东西叫做外在干扰很多，人心特别浮躁，所谓正法难求的世代。那正法难求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太多人会通灵了，太多人都说自己是老师了，太多人拥有这个资源了，那反而那个多会形成一种复杂，那个杂反而不精。那我想要修行，我就很难找到那一个最正统的一个老师跟道路，所以所谓的末法世代难修行是这个样子。对，那其实我不会说现在修行是一个很困难的世代，但它的确是一个最快也最乱的世代。可是这个乱它也同时很考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核心跟中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说的真的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你看见我所表达的资讯会激发你对于我资讯的疑问，然后自己再去找更多的答案，去验证自己心中的事实。这也就是一件很快的原因，你就可以在这么多的资讯里面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个答案就不会被这份乱给影响。它有点像是你能不能在噪音很大的地方依然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那如果可以呢，优秀，你就不是麻瓜，优秀的学生。对啊，没错啊，他有困难也有优势的地方，但生活本来就是现在人的修行场，不是到寺庙佛院道场才能够修行，而是就是要在混乱的生活中修行，所以它是好事。这个密度的改变反而会让这个伺服器加速，所以挺好的呀。那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麻瓜，只是还没开机，或者是还没有把自己的天赋用在最适合自己道路上。你看哦，无论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哈利波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是我们这个人是由灵魂组成的吧，对吧？你再跟一个不相信能量的人，他都知道什么叫做灵魂。OK， 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灵魂组成的，而灵魂的本质就是能量。既然你是由能量组成的，那你就不可能完全对能量没反应。就像是香蕉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有黑的，有黄的，有小的，有软的，有硬的，听起来怎么怪怪的，越来越不对劲。粗的跟细的啊，对，没错。可是你再怎么样子的不同，你剥开来就是有一股香蕉的味道。还会黄标哦。想到没有了，好好笑，因为香蕉味很重啊。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举例。香蕉味很重，就是你不觉得吃香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像你吃西瓜味道不一定很重。你可以讲榴莲呐，对啊，没有，可是榴莲就长那个样子啊。对啊，没有皮，榴莲没有皮，对吧？所以呢，香蕉就是香蕉，它品种再不一样，就是香蕉，就跟能量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灵魂组成的，那你就是会有灵魂自己的样子，最核心的样子，你一定是辨认得出来的。所以呢，每个人的出生，他都因为他的能量本质带着不同的系统出来，就像是每个人的 DNA 都长得不一样的原因。但是除了 DNA 之外，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那个直觉，所以才会有第六感嘛，对吧？我们看得到、闻得到、吃得到、摸得到、听得到嘛，但是我们还有感觉得到。对，就很像是你小时候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是你听脚步声你就知道是谁。好，你真的要很逻辑的去分析说，哦，因为妈妈脚步比较大，所以我知道他是谁。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是，可能有一个人无声无息的站在你后面，
你都可以感觉到有人在后面的这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就是直觉的这一个管道跟系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直觉去感应能量。所以所谓的麻瓜，它其实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或者是说为了适应这个世代的生存，所以把这一套把这个直觉系统给强制的关闭跟静音，用逻辑跟理性来应对这个生活。所以没有人是麻瓜。OK，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灵性圈可能也会有一种隐性的阶级，比如说这个人会通灵，这个人能量很敏感，或是这个人是很高频的人，跟这个普通人有这个等级之分对，普通到不行的人这样子。有时候反而会因为这些分类去伤害了很多有天赋但是没有被看见的人。那因为我们内在都会有一个小我出现嘛，所以那份小我一定也都会希望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所以那一份希望被否定的时候，或是被定义被分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其实就是麻瓜，就是个麻瓜？好吧，那我继续埋头苦干过我的生活好了，而被你自己忽略掉了。好，那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是天赋好？对你们来讲，什么是天赋？就是创作啊那些。好，你的天赋是什么？不知道。你看讲别人都很会，讲自己不会。那你们两个嘞？你们俩觉得你们天赋是什么？我觉得天赋是好像你不用太用力，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你很熟悉跟擅长。举例来说，你觉得你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吗？天赋是模仿吧。OK， 对，就会相较，因为其实我觉得虽然说是天赋，但天赋也是你跟其他人比较来的，你才会觉得自己好像对这个比较有擅长。那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在模仿某些东西的能力比别人再快一些。那30，你觉得你天赋是啥？我的直觉比较简单，我直觉就是剪接的时候会打开。再一次，其实我的直觉在剪接的时候会打开。你的直觉在剪接的时候会被打开，对不起。如果补充一下来讲的话，就是剪接的时候你会不用知道怎么剪，但是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讲说这样剪就对了。是的，是的，是的。想想有这种经验，我不是说剪辑我是说这是生活上。化妆吧。对呀，就是想说可能就是这样画想说好像然后就发现画得很漂亮。想想也是新秘哦。你可以跟他合作，这位是婚礼摄影师。我退出婚礼圈了。也该退出了，你现在在 in house。我们来聊聊就天赋是什么。但天赋它的英文名字很有趣，它叫做 soul skill， 灵魂的技能。天赋其实就是你灵魂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所以叫做 soul skill。 OK， 为什么你要这眼神看着我？想说灵魂出生就知道了，那你真的每个人都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天赋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历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引导师引导你走向自己的天赋。就举例来说，你一定不会一开始就知道你大学要选什么科系，可是当你真正要做选择的那一刻，你会开始反思说，我对什么有兴趣，别人对我说过什么样的话，所以引导我去走向那一个也许我会适合跟可以尝试看看的道路。在这个人类，就像我们之前几集都有讲，因为我们是一个沉睡的灵魂，所以他不会一开始就知道我的天赋是什么，可是会随着这个现实生活中三维世界里面的特定的某一些安排，就会指引你慢慢去知道，原来做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内在全然的喜悦，原来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非常的舒服跟自在跟顺畅，自然而然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可是有一些人是他知道但不做，因为在这个社会底下大部分还是资本主义嘛，那这个资本主义还是会隐形中的给你施压，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一个会带给你极大资本回报的工作才叫做好工作。因为你的天赋不赚钱，没错，所以就不想要做这个。没错，你看举例来说，有些人他的天赋可能是粘羊毛毡，羊毛毡是一个一粘就要粘很久的一个工作。
可是他就是超会粘，品质很好很细致的羊毛毡，可是一开始肯定不会那么厉害嘛。对啊，可是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有一点天赋，可是在他还没有变得很厉害之前，在发展这个天赋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被打枪，然后他就放弃往那个天赋的路上走。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人会遇到的现况，所以这也是回归到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不同的天赋，因为那一些有通灵能力天赋的人就可以去指引羊毛毡天赋的人说你做得到，你再坚持看看，我看见你的未来要成为羊毛毡大师，请你去做类似这种。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这样子不同的人的组合，然后去让我们的整个集体意识走向更忠于自己的频率里面。所以天赋它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去感觉从小到大你能够找到那一些你毫不费力的特质，那这个毫不费力是因为它是你观察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你特别容易用羊毛毡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你特别容易用化妆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特别容易用影像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它其实就是你与生俱来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认识世界、处理资讯的一种特有的角度。所以你来到这个地球游戏的时候，你的角色初始设定里面就是有一个属性是很高的，防御力很强啊，攻击性很强啊，疗愈力很强啊，这样会有很多个综合在一起。没错。到现在有没有问题？没有。其实我有个小问题，但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提出来。麻烦你问，看我要不要回答。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高我跟我讲，就是他说这个天赋是我们就是像图书馆管理员，对，然后是我们刚好就是管那个区块的图书馆的那个区块，然后所以我们拿到那个区块的知识会特别容易在高我的那个地方。对，然后所以当他下来跟你说你要做什么时候就会是在那个区块的知识。这是我收到的答案，也不是说答案啊，就是跟我说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词啊，我会说形容词，我想想我形容方式，我感觉一下因为就是他就是说阿卡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大的图书馆，然后在里面可能就管一个小区块，然后他就会从里面那个区块里面拿出那些知识来，然后把那些知识带给你，然后你就有了这个东西。我会说它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它有点牵扯比较远，但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像是阿卡西记录，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图书馆，只是用图书馆的方式让人们比较好去联想，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形容词，但它不是就是这样 OK， 但这个形容其实真的很棒，的确就是你在掌管这样子的区域，你要获取知识就特别的容易，对，因为你就是很靠近那个频率啊，对耶，然后那个频率就是想象它就是一个书柜，你要什么就拿什么，要什么就拿什么，要什么就拿什么，好方便哦，超方便的。OK， 那月月刚刚没有提到，就是你觉得你的天赋是什么？就是我的表达就是我的天赋。就对我来说，要表达一件事情是毫不费力的，包括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把它组织成文字，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费力的事情。所以我刚好就是在极有分享欲的状态，成为了一位很会分享的指引者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代又有 Podcast 来支持我的天赋， social media 来完成我的整个生存的循环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我的天赋我们的天赋很多时候它是会被隐藏的很深，最后才会被你发现，它并不是你一出生下来就知道这我天赋，不是，通常你在寻找天赋的过程当中，你都会经历一个蛮长的挣扎的，但这个挣扎是在跟这个世界抵抗的挣扎，这也取决于你的环境到底支不支持你忠于自己，但大部分我们身在的环境是不太支持的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一些人他小时候比如说共感力很强，他可以感觉到很多人的情绪，可是他的表现方式叫做很爱哭，那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哭就会是不是就会被制止，然后就会觉得说你不应该要哭，你太玻璃心了，你想太多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天赋还没有被优化，就可能一开始是个 baby 阶段，但还没有被优化之前，就会被别人去下了很多的定义，而这些标签都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跟觉得好像格格不入，然后我就放弃往这个方向前进了。这个就是这一个地球游戏规则最吊诡的地方。可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有天赋等于不是麻瓜，应该是这样子讲。好，我想要怎么顺这件事。好，麻瓜是可以感应到能量的，能量反映在人类的方式最直接的叫做直觉、感受、指引。 OK， 那它跟天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赋都是来自于那些直觉、感受、指引而被放大显化出来的结果，所以一个找到自己天赋的人都不是麻瓜，因为你顺着那一个直觉的流，在连接你的灵魂最高意志，去完成它的使命。所以为什么我在开始帮大家服务的时候，我第一个项目就是找回你的灵魂天赋使命。就是因为当你找回你的灵魂天赋使命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运用这一份工具跟宇宙或是你更高的意识合作，这个过程就叫做通灵。就像是一个超厉害的剪辑师，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剪辑师，就是因为他会通灵，他会跟自己的最高意识对话，他相信那一个声音，他相信那个直觉，这个就叫做通灵。而会通灵的人其实就完全不是麻瓜，完全不是的。我只能说我完全支持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就是在剪辑的时候是这个状况没错。对啊，所以那其实就是通灵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会，你在画画，你在帮你姐妹化妆的时候，你也在通灵，好不好？时间过很快。对啊，突然就咻，我进入到一个异次元空间。对啊，那你知道珊珊的天赋是什么吗？他不是说超喜欢工作。珊珊天赋是超爱工作，就眼睛睡觉的时候闭起来，然后那个身体还在工作，猛，这是猛油欸，好可怕哦。这个通常叫劳碌命，你知道吗？有就是工作到一半睡着很常发生。你很顺流的状态，就是在你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你觉得心流到一个不行。我觉得也是啊，那你也算是喜欢工作类型的。对，应该说我在剪接的时候会忘记饥饿时间跟睡眠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好。有一些剥夺了生存原则。不是，就是对，就是在剪接的时候，如果真的进入心流剪接的时候，我会进入另外一个状况，然后我会知道那个状况不是我自己的状况。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真的有在剪接跟没在剪接。我说的是我说的剪接是就是真的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本人感受得到是我自己在剪还是另外一个我在剪。我懂。像有些时候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也知道那个不是全然的我月人类本人在讲话。我也常讲，就是很多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是高龄给我的指引嘛。你看哦，一个能够全然的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情，而时常进入心流状态的人，你会发现他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的。当然平衡后才是享受，因为进入到极度劳碌的状态其实是没办法享受是没办法享受的。就比如说我好了，我是一个，比如说我给自己很有意识的原则是，我3餐要准点吃，跟我12点以前要睡觉，然后跟我要有运动的习惯，这个是我给我自己的生存，这个照顾这个肉身很重要的东西。可是非这些时间点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也是全然的投入在我的工作里面，然后偶尔会一直狂吃零食，大概就是这样。那我就来讲讲，所以通灵对自己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我们刚刚已经有去定义我说的通灵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我要跟大家讲，通灵的好处就是跟自己更高意识连结的行为。那当我们可以跟自己更高意识连结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减少非常多的内耗。真的，就是当你可以跟自己的灵魂沟通的时候，你就不用向外证明跟向外索求啦。外界发生再多事情，你回来问自己内在的声音，你都有答案。因为很多会让我们人类停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困在那一个外在的思想里面，可是外在偏偏又是你根本无法掌控的东西，可是我们却会被困在那个无法掌控的状态里面无法自拔。但当你可以好好的去理解灵魂的本质，并且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淡然的去看待。通灵对自己还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其中一个还有是获得人生的导航。就很像是我常常在形容，如果我们是一台车的话，那
与高我意识连接，它的声音其实就像是这台车的导航一样，它永远都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跟你要怎么前进。那你就只要好好的保养好这台车，坐在里面稳稳的，那这台车自然而然就会往那个航道去前进，而那个永远是符合你最高灵魂意志、灵魂蓝图的道路上，所以你就会减少很多磕磕碰碰。比如说从会织羊毛毡到羊毛毡 Pro， 可能你在边内耗边前进可能要花个3-5年，可是你完全不内耗跟你全然的相信去修那一个新的时候，你可能半年1年就做到了。所以它简直就是极高的走捷径，而这份捷径就很像有些人可以显化1年之内突然人生大变一样，这个是完全可以的。OK， 但是很多人也会好奇说，那我一定要会通灵吗？我不能就当一个麻瓜就好，就全然的麻瓜这样子。我会跟你说，你的灵魂不会让你当一个全然的麻瓜，可是我们通灵的方式可能都不同。举例来说，通灵它只是某一些人的其中一种天赋形式，就很像是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要会打篮球一样。你可以有完全不同喜欢的运动项目，那有些人他可能透过烹饪去传递爱，那他的能力就是疗愈型的人就可以煮出非常非常好吃的食物，就跟我们尼泊尔 retreat 的厨师一样，他就是边唱歌边煮饭，然后你就觉得天哪，然后他的饭真的很好吃，他看起来不咋样但真的很好吃类似这种，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的食物当中感觉到满满的爱，我就觉得我一天当中被疗愈了。所以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疗愈师你才可以疗愈别人，然后又或者是你也可以打 coding 打 coding 的人他就是在建立秩序的人他必须得要在这个社会上建立一些秩序，他才有办法去让人走在这一个编码上面是安全的，是好的，就像是交通需要有交通法规一样，那他就是洞察力特别强，他的直觉天赋就洞察力很强很强，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是透过聆听跟陪伴去稳定这个人的气场，那他就是共感型的特质。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去通灵，但你只要活出你的天赋，你依然是一个觉醒并且高频的个体。那我来教大家如何去辨认自己的天赋好不好？好，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是你先去感觉看看，你上一次觉得一件事情理所当然是什么时候？你上次觉得理所当然是什么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随时随便想，对，应该说，好像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猫猫狗狗爱我，他们很理所当然。OK， 对，好，那想想嘞，吃饭啊，是对，好，理所当然好了。对啊 OK， 那30呢？昨天半夜起来剪片，觉得很理所当然。什么劳昨天碌命啊半夜4点起床剪片我就想说，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心想30人一定在外面剪片，然后我就出来的时候发现果真就在那剪片。好，记住这个理所当然的感觉，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的感觉应用在某一些技能上。如果你在做这个技能做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那很高兴，很恭喜你，那这个就是你的天赋。OK， 像是你知道我不是要在尼泊尔造村庄吗？我真的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我就说就是可以啊，我就是要在一个超好喝的豆花珍奶店在尼泊尔，就是理所当然。所以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是去观察自己的能量反馈，什么意思呢？你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一直做，身体会累，可是你的心是饱满的，你的心可以感受到很自在、很舒服、很充电的那种感觉。那种饱满的程度就很像是你现在在一颗巨大的棉花糖里面躺着的那种心里舒服的踏实感。这个就是第二个你们可以去观察，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哪怕身体累但心很饱满，跟你做一件事情突然变得很空虚，你们应该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吧？就好像我好像在扮演别人的角色，我好像在去硬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这个空虚感其实就代表那不是你要走的方向跟路。然后再来就是去回想一下童年父母对你的负面标签，通常反过来就是你的灵魂天赋。就是我们就是会从一个极端值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值，所以可以去观察小时候最常被家人骂什么。懒惰，殊不知我只是躺在那思考的人生。那30嘞？不读书不读书。我小时候最常被说什么？太机灵。我小时候超常被讲这句话。
他说这个小朋友太机灵了，殊不知真是挺机灵的。长大之后就把这个机灵用得淋漓尽致。就小时候对他们来讲这是不好的东西，可是长大之后其实它就是你灵魂本质的样子，只是你还没有被开发跟好好的被运用而已。我小时候还被常说什么很皮呀、皮死了，我真的小时候好皮哦。对，我小时候真的很皮耶，我是那种别人叫我不要碰我就会碰的，我不想要别人定义我，我想要自己去体验。你跟我说不要碰，谢谢你的警告，但我就是要去摸一下啊。如果真的不行，我自己身体会告诉我，我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有个皮，就是大卖场的东西都会被你摸过一次。没错。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人，很爱摸，看到池塘要去摸一下水里的鱼。不是都这样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呢、理所当然，我想摸摸看这个鱼的触感。对啊，他说不要摸会脏，我知道，但我还是要摸。可是你小时候没有办法这样讲，所以用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去辨认自己的天赋怎么样。OK， 但我要提醒大家，现代人在找天赋，天赋不是来服务成功的，而是要服务你的乐趣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在找天赋，往往其实带着很多的目的性。比如说找到天赋就能赚大钱，找到天赋我就会变得很有名，我想要那一些名权利财的这些东西。其实真正的角色技能会在你解锁的那一刻给你最大的礼物是流动感跟喜悦，反而不是那一些成功的画面，不是。会有那些想要成功的画面伴随着来的，其实都是我们很强大的 ego。 那这份小我，你不小心有了一个意念去喂养它的时候呢，你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一些故事，被背叛啊，失去啊，突然归零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内在有那一个，你遗忘了这件事情是要带给你好玩的体验人生的，而不是要带给你那一些充满目的性的画面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很成功的人他还有很多故事，就是因为他的确找到他的天赋，也运用了他的天赋，可是走歪了。那一个意念发射出去的时候，高龄就会接到讯息，他就会说好，不行，我要来磨练这件事情，而派很多很多的旁敲侧击的不容易，然后让你去看见。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IG 就是还有一些网红很努力的在经营他的社群，这也是他的天赋，然后他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一天他的账号就被盗了，然后让他账号归零。类似这种小小的事情都是为了再去把那一些你内在的玩心激发出来，然后去瓦解掉那一些你认为你应该要成功的画面。很有趣吧？这就是宇宙的游戏规则。所以你越不带着执念，你就会越容易跟越轻松。可是偏偏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执念有时候是越来越深，因为你拥有的更多了。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无论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你会有很长一段好路可以走。好路，确定是好路。最终都是成长，都是经验嘛。对啊，我自己也有，我自己也经历很多事情啊。回过头来就知道，哦，那的确都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内心，都是礼物啊，真的都是礼物，所以真的都是好路，真的是好路。OK， 关于2026年的集体意识升级，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接下来的确会有越来越多人会通灵，有越来越多人会拥有这样子并不是麻瓜的天赋出现。但是如果现在的你呢，你对你的生活有感觉到很深的焦虑，很深的不舒服跟很深的不自在，我要跟你们讲说，这些想要离职想要换环境的这些声音，都是你的灵魂在这一个集体意识升级的时候提醒着你，旧的生存模式，旧的 NPC 状态已经跟你的容器不相容了，请你跳脱这个容器，去走向一个新的环境跟人生。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使命跟灵魂蓝图的道路要往前，请我们不要停止的去往那个方向寻找。你身边已经有很多的贵人跟机会资源来到你身边了，但只差的事情是你有没有那个眼睛去看见它。所以如果你会听到这集 podcast， 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你有任何感觉好像的确你的人生走到一个交叉口，然后你想要转换人生跑道，但是你有点迟迟不敢的话，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现在的状态，也许有很多人跟你有一模一样的情境，又或者是你已经越过了那一个阶段，然后你现在已经真的
突破了自己，走在这条道路上，你有很棒的生命经验可以分享，也请你分享，然后鼓励正在经历这个挣扎的人们。OK， 那我们今天来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的听众祝福跟指引。信任你的道路，若你知道自己被支持着，你会怎么做？我们每一次真的都会抽到共识性好强的卡牌哦。我们之后会有一集会录卡牌的运作逻辑跟原理是什么。你看哦，这张卡牌真的是极度的共识性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角色。它上面写说，若你知道自己被支持着，那你会怎么做？所以我也想要让大家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怪就是你的光呢？如果那些曾经你很讨厌自己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的灵魂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跟伏笔。而当你真正开始去信任这一条充满独特的印记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模仿别人的技能了呀。那你就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道路啊！而且这张卡牌也要提醒我们，你看后面你在走在这条道路上，可是这边有一道门，也就是想要告诉我们，宇宙永远都是我们的后盾。宇宙它有源源不绝的力量跟资源跟光可以支持着我们，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普通人，而是一个带着任务带着天赋来到这个地球的玩家。所以当你意识到天哪，我做这件事情好像很喜悦很扩张很容易的方向走去的时候，那整个宇宙的资源都是你的，就跟我想要做一个尼泊尔灵性村庄一样，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所以当我们去放下那一些我应该要正确的执着，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本来就不是要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内在喜悦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好玩的，最终都是要把自己走向那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幻世界。OK， 所以呢，各位弟兄玩家，请记得这个剧本是你自己选的，而你的角色技能早就已经被安装完成了。当你下一次怀疑自己的时候，都问问自己，如果我知道全宇宙都在挺我，都在支持着我，那我现在会做什么选择？我相信答案很快就会出来了，请你走向那一个让你感觉到自由的答案里面。OK，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在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都准时在我们的 YouTube 跟 Podcast 各大平台更新我们的新的节目。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的开心，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拜拜。哦，我结尾好顺哦，我今天结尾像唱 rap 一样我发现你讲话超糊的对，讲话会黏在一起这是我的毛病。他是正统，他是正统台湾人，正统台湾人，年音干嘛这样的？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这样讲话。我后来才发现我讲话很字正腔圆，就是有一次我那时候去那个大陆，然后我就被跟我同行的去大陆的台湾人说，你讲话字正腔圆，你是中国人吗？还是你也是模仿？然后我心里想说，没有，我一落地刚到飞机的那一刻，我还没有被那个口音给影响。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讲话字正腔圆的人，就相对没有那么黏啦。我自己个人觉得，你觉得？没有，就跟我比的话就差很多。那废话，你跟谁比都是。我是语速，然后加上就很黏这样。OK， 懂。Hello， 所有地球玩家们，淼淼学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课程都即将进入到尾声。那现在呢，我们人在新加坡，即将要前往澳洲。在6月6号、7号，我们在新加坡有办了一场金钱丰盛灵气。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去澳洲，这次分别去4个城市：墨尔本、雪梨、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在6月10号的时候，跟澳洲职场人的社团一起合作办了一个线上的免费论坛。在这个论坛里面，我们会去探讨在澳洲的生活，同时我们要如何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那我们在6月12、13号在墨尔本办了一个与高连结的2阶工作坊。我们在6月14、15号在澳洲的一个私人庄园办了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澳洲版。在这一次会以生命重启为主轴，我们会在这个庄园里面带大家做非常多的神经系统重塑、呼吸练习、音疗，甚至是瑜伽，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紧凑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带你们去重新看见要如何把那份安定带回自己的日常。那我们这次蛮多主要课程都在雪梨的，我们会在6月18、19号办7脉轮初阶跟8到12脉轮进阶的课程。6月20、21也会在雪梨办2天的金钱丰盛灵气课程。然后我们在6月26号礼拜五的晚上，特地在布里斯本的河畔的餐厅预定了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很轻松的去聊
彼此的生活，聊彼此的日常，聊彼此的内在觉察。希望这个聚会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放下所有的身份跟标签，找到一群跟你灵魂有共鸣。也许你们都在各自的生活中，那我们这次就聚在一起，去看看彼此生命有没有更多样的可能性。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6月27、28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庄园里面办了一个2天1夜的女性力量 retreat。这个女性力量，我会带大家去开始探索自己的阴性力量，透过瑜伽的方式，透过音疗的方式，然后透过设计不同的身体艺术结合的模式，让大家在这里2天1夜好好的去看回自己，并且找回自己内在的阴阳平衡。那除了这些上半年的课程呢，我们下半年的课程也慢慢出来了呀。我们在8月的学士大山的旅修，我们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名额，所以现在的官网上其实都还有更多的名额可以上去报名。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呢，也帮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颂钵旅修的名额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的发源地，打开一场声音的7日旅修。我们接下来下半年的课程也都出来了，并且即将上架到官网。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会开一场西藏的旅行团，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办不同的课程，而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在11月办巨大版的灵魂游乐场3天的灵性艺术季。我们在这里会结合沉浸式的体验、艺术家的展览、声音、音乐，还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跟市集，聚集在这里，让大家来一场灵魂的盛宴。然后12月的时候，12月初会带大家去清迈，12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巴厘岛跨年。那这些资讯呢，都会即将上线到官网，你们可以随时锁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话，我们也有 WhatsApp 的联络管道可以联络到我们。那所有的地球玩家们，我们就下半年见咯，或者是澳洲见，大家拜拜。